田小姐，这么晚了，真的不用我打车送你回家吗？不用，明天提早餐来见。那个，你们聊，我先撤了。小直，有何贵干啊，李警官？别生气，我马上消失。你那车报废了，来回骑摩托车不安全，我的车给你开。以为不能明白，你原来错。田小姐，你是谁？请问这里是田小姐家没错吧？请问你是谁？我叫冯栋栋，我是田小姐的助理，冰冻的冻，因为我妈生日的那天下了好大的雪。要是门口站着一只动物园里逃出来的猴子，你让他进来，他是我助理。进来吧。
田小姐，你昨晚没睡好吗？折腾了一晚上。一晚上？不愧是田小姐，能找到这样身材好又帅的猛男。诶，好像在哪儿见过。你知道的，我们家表兄弟加起来有18个，他就是18罗汉之一。你不用管他，他过2天就走。表兄弟，你是不是这两天论坛上热议的那个图书馆男神？还真是。哎，我说你能不能低调点？你也想进娱乐圈啊你？不能删掉。不能。用我无敌的黑客技术，其实也是可以的。只不过，原图还在网友手上，他们还可以再发。你是黑客？一点点了。不过，如果表兄弟有任何电脑方面的问题，东东都可以随时候命的。谢谢。冯东东，别搞错了你的主子啊！田小姐，今天上午10点是角色的拍摄，下午4点是传说中屋子的试镜。这个角色最大的特点就是漂亮，导演说了，非你不可啊！好没挑战啊！你也没演技啊！好帅呢！哎呀，这是哪里的图书馆？求剧透，求组团偶遇。老公，我想你，么么哒。你知道吗？网络传播的速度还真是恐怖。时间已经不再是我的优势了。为了身份不被曝光，我必须加快脚步，找到仇人，找回记忆。你是不是想问我查的怎么样了？一个好消息，一个坏消息。坏消息是，我的直觉告诉我，我的仇人现在好像已经知道我苏醒了，在暗中秘密地监视我的行动。等一下，我要去见一个人碰碰运气。至于好消息呢，我顺利住进了那个女人的家里，虽然她好像并不怎么欢迎我。不要回来！你走开！不要杀我！救命啊！救命啊！不要回来！救命！不要杀我！救命啊！不要杀我！导演，刚才我演的怎么样呀？挺好的，挺好的，回家等通知。啊，真的，谢谢导演啊，辛苦了，谢谢导演，拜拜。下一个准备好了。下一个。
田小姐，事情怎么样？你受伤了？假血。不过冯助理，你给我解释一下，为什么一个非我莫属的女2号，导演喊了100多个人来试镜啊？嗯？满了？啊，最好的品种。不过田小姐，你买这个干什么呀？榨汁。神奇宝贝，我回来啦！今天有没有乖啊？那，你的晚餐。你的晚餐。你出去啦？我去见了一个故人。对不起啊。没关系。可看他反应不像是那个人。什么叫看反应啊？如果一个人看到了100年前被杀的人出现在眼前，那一瞬间的反应是不会骗人的。你的故人，你自己不认识吗？而且你的故人应该也不是什么正常人吧？说的自己好像偶像剧女1号似的，总在关键时刻失忆。真失忆了？只是一点点。而且还是关键的一点点？大概10年、20年的样子。停！关于你的事儿，我一点都不想知道，知道的越多越麻烦。我们还是保持纯洁的房东与房客的关系最好。同样呢，我的事情你也……谁让你乱动我东西了？看起来你真的很爱他。我爱他？切，你哪只眼睛看见我爱他了？这个，我跟他从小到大的照片都是洗2份，一份他们家，一份我们家。不过还要谢谢你帮我把它从抽屉里翻出来，不然我真的会忘记把它丢掉。我看照片感觉到，这个人也真的很爱你。他爱我？好吧，我承认，在我们的姐弟之爱发展成倒霉的情侣之爱之前，我们的感情世界里充满了稳定的惰性气体。而这种感情一旦变质，惰性气体也变成了易燃气体，只要一点小小的火星就爆，把我们俩的感情轰得一点渣渣都不剩。如果真的什么都不剩的话，干嘛还要生气？生气？我一点儿都不生气。你哪只眼睛看见我生气了？2只眼睛都看到了。垃圾你来扔！
到现在还爱他，是不是挺丢人的？你想不想飞？向云哥，小智姐的住院档案拿来了。辛苦了。那个护士长啊，可真是厉害，就只对你笑啊笑啊，可是没有搜查证，一点都不肯配合警察办案。科长也真是的，一个搜查证都要搞这么久。小杨哥，有哪里不对劲吗？出血量不对，小直身上没有可以出那么多血的伤口。如果不是小直的血，那这些血很可能是刀切着的。有鱼仔，跟我去趟医院找这条裙子。好，我去开车。快！表兄弟，你要买相机啊？我可以帮忙推荐的。我叫薛灵桥。好的，大乔哥，以后大乔哥有什么需要顿顿帮忙的地方，千万不要跟我客气。表兄弟，最近怎么不去图书馆了？大乔哥当然不能再去呢，你都不知道有多少粉丝在图书馆等着他呢。这还仅仅只是几张照片的影响力。要是我们大乔哥真的进入了演艺圈，说不定比田小姐你还要红呢。冯东东，我告诉你，我可是凭借实力打败了100多个竞争者，才得到了传说中屋子的女2号。可是啊，我怎么听说，全都是因为张轩轩小姐向导演力荐你，你才有机会。再给我说一遍！大乔哥救我！弄不死你呢我！大乔哥，再说一遍！大乔哥救我！大乔哥救我！你好，你说那位收藏家去国外了？他多久回来？我希望尽快拿回玉璧。好。我没钱借给你，千万别跟我借钱啊！拜拜。线粒体别名 Powerhouse， 细胞的发电厂。线粒体每次分裂都会造成不可修复的损伤，导致端粒缩短。当端粒缩短到一定程度，发电厂开始崩坏，直至完全失去了分裂的能力，人体也就完成了从出生到死亡的过程。只要细胞分裂的速度达到一定程度，伤口可以实现迅速愈合。但是，人类细胞的分裂次数是有限的。可是癌细胞却是可以无限分裂的呀。很好的问题。癌细胞之所以可以无限分裂繁殖，是因为它们从正常细胞叛变为癌细胞时，带走了一个叫做端粒酶的帮凶。端粒酶在正常细胞中的使用是受限的，但是在癌细胞当中却能够修复因分裂变短的端粒。只要我们能够把端粒酶作用于正常细胞，把正常细胞变为永生细胞，那么人类抗衰老的问题就会得到质的突破。如果我们能够找到比端粒酶更完美的修复酶，那么人类不老不死也完全不是开玩笑的哟。
什么时候来的？当你讲到，只要细胞的分裂速度增加到一定程度，伤口可以实现迅速愈合的时候，那你的看法呢？我只希望人类的出生率和死亡率处在一个正常可控的范围，可以维持地球资源的可持续发展，而不是只有出生率没有死亡率的人口恶性膨胀，就像地球的癌细胞。有趣的见解。不过，我研究的课题正是抗衰老和基因修复，把人类变成地球村上的癌细胞，就是我的梦想。言归正传，我今天来找你，是想告诉你案子的新进展。小哲的病历，看一下。出血量不对，这条裙子呢？是的。我发现出血量不对，就去医院找这条裙子。护士说这裙子不见了。你的判断是对的，现场应该有第三个人。你以为是谁把我变成妖怪的？不对。你以为是谁把我变成妖怪的？不对。你以为是谁把我变成妖怪的？还是不对。你以为是谁把我变成妖怪的？哎，你觉得哪种好？都不好。请你尊重一个敬业的女演员的表演艺术，好不好？你们演员入行没有门槛的吗？你以为我真没演技啊？我无法反驳，那是因为我的素养与谦虚。演戏谁不会啊？行。怎么样？有没有被我出神入化的演技给惊呆了？你开心就好。什么态度？你这是？自恋狂！别关那个页面，我在想办法联系一个人。你不是不认识别人吗？他高祖父家里面有一幅画，他说，画里面的人跟我长得很像。如果真是这样，那有可能，在100多年前，我和他高祖父有交情，所以我想联系到他，看看他高祖父是否还有其他的遗物，或许能指引我更快地找到仇人，到时候很多事就会水落石出了。你以为写剧本呢？这么巧？我又不是怪物，我怎么会知道怪物在想什么呢？怪物就在我们家呢。徐妖怪，想采访你一下，你是怎么样变成这样不老不死的呢？我再重申一遍，我不是妖怪，我跟你一样，我也……知道了，你是人嘛？哎，说800遍了，你气量真的很小哎。现代人都喜欢起外号，知不知道？哎，赶紧回答问题，徐妖怪。你不是说不想知道我的事情吗？是不想知道你跟仇人的事儿，但是为了艺术嘛，勉强可以牺牲一下啦。来吧，准备好了。老爷、夫人，神医请到了。来，神医。老爷、夫人，来这边请，快。快请，快请。神医请。犬子半月前上山打猎时被云豹咬伤，老农说伤口每日换药不沾水，静养即可。可犬子几日前突发高热，一直不退，这伤口开始变黑、腐烂。哎呀，这城中叫得上名号的郎中都请过了，可是犬子始终昏迷不醒，不见起色呀。您快给瞧瞧吧。
样啊？大人、夫人，请借一步说话。好，沈姨请。请。请。薛大人把其他郎中开的方子拿来我看看。好，小厮，哎，快。都是止血消肿的方子，倒也没错。既然没错，为何犬子变成这样啊？人被疯犬所伤，毒液通过牙齿、口液传播，可患恐水症。云豹是捕猎高手，性情凶猛，他的毒液怕是比疯犬更加凶猛，也未可知。看令郎的情形，毒液已进入了肺腑。如果光割去腐肉，排挤脓液，也是光治标不治本，恕老朽浅薄。我从来没见过这等凶险的病症，恐怕只能死马当活马医了。哎呀，神医都束手无策，看来犬子的命是真的保不住了。还请神医务必救犬子一命啊！笔墨。快！是。神医。这砒霜。乌头，这，我这个方子是剧毒之物，其药效凶险霸道，以毒攻毒，同时放血排毒、禁食，以参汤吊命。用不用，还请大人和夫人自己再做决断。哎呀，好吧，快去抓药。是，老爷，快。给老爷请安。哎呀，又放了这么多血，人怎么能撑得住啊？神医说前3日都放半陶罐，之后就是每3日1次。刚刚公子腹痛难忍，疼醒了1次，又疼昏了过去。哎呀，好，走。是。神医啊，血乃人体之根本，这样还能活吗？撑过这3日，命能保住，血总能补回来。大人放心，连公子命大福大，定能撑过这一关。好。这是怎么了？啊！要不喝碗参汤试试啊？怎么样？
慢着，下去吧。薛公子吗？是啊。快走，快走，快走！最近发生了何事？没啊，没什么事儿。他们不都爱嚼舌根吗？哎，公子，您不是要去茶楼吗？我们走。哎。他怎么没死啊？薛家公子啊，被豹子咬了以后又不好了，一点饭食都不进。 每日啊，还要放1海碗的血，喝2碗穿肠毒药，不是变成怪物，还能是什么呀？哎呀，前2日啊，将军府上大晚上去退亲，出来也邪了门了。公子，有什么吩咐？将军府来退亲了是吧？公子，您这是听谁说的？他们刚才说的，你没听到吗？公子，您就别当小的寻开心了。 隔那么老远，周边乱糟糟的，能听到什么呀？您听错了。我邻居家的外甥女在薛府做丫鬟，也是这么说的。哎呦，真是！薛兄，哎，你叫他做什么？全城的人都知道了，薛公子变成了一个靠喝毒药过活的怪物，你怎么还敢招惹他？听说前几日将军府家的小姐刚退了薛家的婚，咱们哥几个之前个个都不如他。 如今啊，正是咱们找回面子的时候了。哎，他怎么走了？哎，薛兄，乔儿，母亲，您怎么来了？娘就是觉得有点闷，想跟你聊聊天儿。儿子知道母亲要问什么，不过美人丫头送过来又拿走的饭食。 母亲不都亲自看过了吗？虽说普通的饭菜吃不下，但是儿子眼下只要喝着参汤还有菜汁，也可以好好的活着。婚退就退了，反正这也是一门没有见过面的娃娃亲。外面的人想说什么，随他们说去。外面的人怎么说，娘都不在乎。娘就是让你快点好起来。 还是让沈姨再想想办法吧，啊！夫人，公子，沈姨来了。沈姨，快请坐。夫人好，公子好。沈姨，请坐。今天感觉身子如何呀？我感觉一切都好。这怎么叫一切都好呢？到现在吃不下饭食，你说这么大个个子，只喝些汤汤水水，这怎么成呢？是被那些汤药伤了胃肠，慢慢调理，急不得啊！我看看，哎呀，烧酒。这才3日，不可能啊！匕首，沈姨，不要怕。辞官，怎么回乡去？能让咱们回乡也就罢了，上头的
乔儿给带走。老爷，要是乔儿被带走了，那就完了。不用担心，咱们就这一个儿子，说什么也要保住他。快！我快门就杀进去。等你们杀进去，怪物早就跑了。再给我半个时辰，后门就没人守着了。到时候我带大家从后门悄悄进去。好，走，走，快！乔儿，这么晚了你……乔儿，你这是做什么？母亲大人，父亲大人，请听孩儿把话说完。如今孩儿身体异于常人，留在家中恐为家族留下祸端，后患无穷。怎么，你要走？唯有离开，父母才能过太平日子。我要寻遍名医，总不能莫名其妙的就成了怪物，受人诟病。哪是什么怪物？娘懂你的意思，走吧，走吧。只要你好好活着，娘就无所求了。父亲、母亲大人，请你们恕孩儿不孝。此次一别，不知何日才能重逢。望孩儿好，保重身体。乔儿，乔儿，安心的走吧。这个是老祖宗留给娘的，现在替娘陪着你啊。你以为是谁把我变成妖怪呢？是药。于是坏掉的龙头，滴滴答答生了锈，床头想你的人哦，不是提醒我已过很久哦，你没开口，你没说跟我走，所谓以后，一眨眼就到头。你没开口，你没再出现在路口，这次换我，不随便再说放手。那天以后才没亮起的路灯。说过时间不会再有的永恒，我还在等，会终不稳。你会不会不是我一人回来，因我一生？等你开口，等你说跟我走，所谓以后。一眨眼就到头。